沈玉兄弟，如今清月妹子是我和你铁牛哥的干妹妹了，你以后可不许欺负了我家妹子。沈玉，以后清月妹子交给你，你好好的照顾她，对她好一些。要是让我们发现你欺负她，做哥哥嫂子的可不会饶了你。铁牛哥、翠花嫂子，你们放心好了，我就是欺负自己也不可能欺负清月，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对清月好，绝不会让清月受到一点点委屈。月儿，跟我回家吧。新娘子出嫁喽！林清月可真有福气，带着这么多嫁妆，这也太有面子了吧。哎，人家是自己有本事，自己挣钱攒出来的，咱们不一样，咱们可没有那么多钱，置办不了这么多的嫁妆。尤其是乡下人，谁家条件能多好，能置办这么多东西？说来说去啊，靠谁都靠不住，还是得靠自己啊。这女人自己有本事了，做啥事都有底气。哎，可不就是这样吗？林清月要不是自己厉害，就冲她一个买来的媳妇，比咱们明媒正娶的人要低贱得多，你能高看她一眼？她要是挣不到钱，估计沈月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对她好，把她捧在手里。也不一定，林清月挣不到钱，不还有一张脸吗？那么漂亮的脸蛋儿，哪个男人不稀罕宝贝着？即便是挣不到钱，也会有人宠着。嘿，长得漂亮有什么用啊？再漂亮能当饭吃吗？还是得挣钱才行啊！没本事，长得再漂亮啊，也只是个花瓶。可不是，这女人长相是其次，主要还是看能不能干，会不会持家，别的都是虚的。咱们乡下人过日子又不像有钱人家的，娶一个花瓶回来做什么？你们啊，就是酸。人家清月丫头不仅长得好看，还是个有本事的。秀秀姐，沈玉和林清月的婚事操办的也太风光了吧？那个林清月可真是有福气，有那么多的嫁妆，能嫁得这么体面。要是我以后嫁人也能这样就好了。我也想出嫁的时候能坐上轿子。有什么风光的？和城里有钱人家的婚事比起来，差得远了。有啥好羡慕的？苏秀秀，你这未免也太酸了吧！镇子上有钱人家办的婚礼气派是人家的事儿，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搞得好像你以后能嫁到城里头似的。是，就苏秀秀这条件，怎么可能嫁到城里面的有钱人家去啊？人家又不是傻子，不会找个年轻漂亮一点的吗？非得找苏秀秀这么大年纪的姑娘啊？哎呦，年纪大了可不好生养呢。可不是吗？别说是城里的有钱人，即便是在咱们乡下，以后我家娶媳妇也不可能娶一个这么大年纪的姑娘回来。这么大年纪不嫁人的，基本上啊都是嫁不出去，某些方面有毛病的。说起来呀，苏秀秀的条件还算不错，长得呀也还挺清秀好看。嘿，可惜呀，就是眼光太高。苏婆子还想要那么高的彩礼，这不硬生生的就把苏秀秀的年纪给拖大了吗？要我说呀，还是得看清现实，找个条件差不多的就可以嫁了。都这么大年纪的人，总不能天天做梦想嫁个有钱人吧？还想和林清月出嫁一样风光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哎，能怎么办呢？有些人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呗，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就会出来算这个算那个。唉，不知道为什么看着清月丫头出嫁，就像看自己闺女呢。现在人走了，总觉得心里啊空荡荡的。哎，新娘子过来喽！新娘子过来喽！哇，新娘子过来喽！新娘子过来喽！月儿，你等我，招待完客人我就过来，别着急。我才不急呢，你快点出去吧。沈玉兄弟，恭喜你啊，娶了一个美娇娘回来。是啊，沈玉兄弟，今天是你成亲的大好日子，恭喜恭喜啊！沈玉兄弟好福气啊，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，咱们大家伙儿都羡慕死了。玉哥，我送你一个好东西，你晚上研究研究，可能派得上用场。
做兄弟的你成亲，我也没啥好送你的。这个你肯定能用得上，回头好好研究，免得让嫂子嫌弃你。行啊，大柱，谢谢你了。嘿，玉哥，你谢啥？只要你能和嫂子好，兄弟我就高兴。沈玉，外面有我们帮忙，你不用操心，赶紧回屋去看新娘子吧。清月丫头这一天也没怎么吃东西，这会儿肚子肯定饿了。你把这碗吃的端进去，让她吃了垫垫肚子，别饿坏了。月儿，小媳妇儿，这未免也太好看了吧？这要是初次见到的，还不得被迷得直接晕倒？你一直盯着我做什么？弄得就像没见过我似的。月儿，我这不是觉得你好看吗？怎么看都看不够，你今天太美了。怎么，我平时不好看？哪有，月儿，你平时也好看，只是现在更好看。哼，行，我知道了，原谅你了还不行吗？月儿，我就知道你最好。你不是敬酒了吗？怎么没醉啊？人还这么精神。月儿，晚上还得洞房呢，我要是喝得醉醺醺的，还怎么洞房？你家相公在酒里掺水了，即便喝多了都不会醉。怎么样，月儿，我聪明吧？聪明，全天下也没有几个比你聪明的。月儿，和你比起来，我还差得远了，再聪明也不如你的一半。月儿，咱们先来个交杯酒，把这仪式都给走完了。特意给你留的肉片汤，你赶紧吃了，填填肚子。月儿，我洗干净了。月儿，你好了没？等会儿。月儿，吹灯了，咱们得做该做的事情。月儿，咱们再继续吧。沈玉，你怕是想累死我？我这会儿又累又困的，想睡觉了。咱们能不能早点睡觉啊？你能别这样盯着我吗？是不是想把我吞进肚子里呢？月儿，怎么会呢？我疼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舍得把你吃进肚子里？你是什么时候醒来的？早就醒了。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月儿，我被饿醒了，睡不着。我去做饭吧，还有妮妮和石头这会儿都没有吃饭呢，你怎么不早点喊我起来？月儿，别担心他们，昨天晚上他们去铁牛哥家里睡了，不在家。这2天他们都会跟着铁牛哥和翠花嫂子，翠花嫂子会好好的照顾他们的。那我起来做饭给你吃吧，你不是饿了吗？得赶紧吃饭呀。月儿，我不是肚子饿了，是那个饿了。沈月，没看出来你真是个超级大色狼。月儿，男人哪有不色的？不色的要不就是装出来的，要不就是对女人没兴趣，喜欢男人，要不然的话就不可能不色。所以你觉得你色你有理？月儿，你就忍心看着你家相公挨饿吗？月儿，你先歇会儿，我去烧点热水，咱们2个人好好的洗个澡。月儿，热水准备好了，咱们2个人一起去洗吧。好。月儿，我来给你搓背。沈玉，我这前面干净着呢，你怎么一直在我这搓来搓去的，都快被你搓平了。月儿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这手不听使唤似的，就不由自主的向前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哼，别狡辩了，你的手难道不是你控制的吗？还说不是故意的。月儿，那我不给你搓这里了，我给你继续搓背吧。月儿，你在屋子里歇着，我去给你准备早饭。月儿，你多吃一些，昨天晚上累着了，吃饱一点才能快速恢复。你这会儿别假惺惺的和我说话，我昨天晚上为什么累着了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月儿，这还不是因为我太爱你了，忍不住的想睡你。好吧，我认输，实在是说不过沈玉。月儿，你怎么不在屋里多歇一歇，出来走动干嘛呢？不能一直躺着，走一走身体才能舒服一些。月儿，那我陪你一起，咱们一边走一边聊聊天，要不然太无趣了。月儿，这些都交给我，回头我给种上，都是简单的事情，不用你来操心。都怪你，你看看我这样还怎么见人？等会儿翠花嫂子他们见到了，肯定得笑话死我。月儿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当然不是故意，你这分明是有意的。月儿，你多抹一点粉，遮一下，这样别人就看不出来了。清月妹子，沈玉兄弟，有几天没看见你们了呀？怎么样，
这成亲以后的感觉如何呀？挺好的。我瞧着你们也觉得不错。这成亲了和不成亲就是不一样啊。没成亲的时候没见你们这样亲密，现在看上去明显不一样了。嫂子，这不是我和月儿深入交流了一番，更了解彼此了吗？铁牛哥，翠花嫂子，这2天麻烦你们照顾妮妮和石头了。清月妹子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客气啥啊？妮妮和石头都非常的懂事听话，一点都不麻烦，和我家几个孩子在一起玩的也好，我还想着多留他们几天呢。爹爹，娘亲，你们这2天忙好了吗？忙好了。你们2个这2天有没有想爹爹和娘亲啊？爹爹，娘亲，我们当然想你们了。不过翠花婶子说了，你们2个得忙着造娃，给我们生小弟弟和小妹妹，所以我们2个要乖乖的，即便想你们，也不能回去打扰你们，要不然我们可就没有小弟弟小妹妹了。沈玉，咱们能不能别那么早要孩子呀？这一旦要了孩子，又得多好多事儿，咱们等过2年稳定下来再要行吗？月儿，都听你的。如果你不想要的话，咱们就晚点要。这不是还有妮妮和石头吗？沈玉，谢谢你。月儿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咱们是夫妻，哪有什么谢不谢的？而且你是我的媳妇儿，我肯定得多尊重你的想法。你喜欢的事儿就放手去做，我可不能阻拦你呀。清月妹子啊，之前你不是给我表姐弄了一些药粉吗？那些有钱的夫人小姐们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了，都说效果很不错呢，每个人的皮肤都变白变好了，还想着再多买一些呢。还有不少人听完了这事儿啊，也想跟着买一些。我表姐这一次就想直接拿50盒，你看看能不能给她弄到这么多呀？可以呀。大概也要不了多久，你和你表姐说一声，过几天就能给她。那就好，因为你刚成亲，这几天我都不敢再来打扰你。我表姐那边早就催了，这东西好，可大家也不是傻子呀，都是个识货的。尤其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姐夫人，只要能够变美，花多少钱都乐意呢。我尽快的赶做出来。木匠那边回头也催他们快点。好，也就这几天的时间了，我让我表姐再等等就是。主要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夫人小姐催着用呢。姑娘，你来了，这次又是过来买药材的吧？是啊，我是来买药材的。姑娘慢走，有时间再过来我这儿。指不定我过不了多久又得过来。这几天咱们这儿多备些好茶，等下回人家过来时，泡几杯好茶给人家喝。大夫，这姑娘的医术真的有那么高超吗？那是当然，人家的医术远远超过我比人家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呢。要不然的话，怎么回回都想着向人家讨教，每次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。看不出来啊，这姑娘年纪轻轻的，没想到医术竟然这么好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人家虽然年纪小，可就是有本事，咱们得虚心向学，不要光看人家的年纪，得看人家的真才实学。沁月妹子，你也忙好了吗？忙好了。那行，咱们呀就一起回去吧。清月妹子，你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不是，我身体好着呢。那你这熬药是给沈玉兄弟喝的？沈玉兄弟身体哪里不舒服吗？翠花嫂子，我们2个身体都没有问题，这是避孕药。我和沈玉暂时还不打算要孩子，等缓2年再说。这避孕药熬了喝2碗，1个月喝1次就可以了。喝了这个，1个月内行房事，都不用担心怀孕的事。还有这种好东西啊？是啊，翠花嫂子，你要是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开个方子，1副药20文钱。好，清月妹子，那你回头给我写个方子，我也去抓1副药吃吃。成。老伯，你家的铺子这是在出租的吗？是啊，姑娘，你想租？这铺子得多少钱1个月啊？我这铺子小，用不着太多的租金。你要是诚心想租的话呀，1个月5两银子就可以了。
我这是急着租出去，放在平时，再怎么说那都要7、8两银子才会租的。老伯，这价钱我觉得还不错，你要是愿意租的话，咱们现在就把契约书写了吧。好啊，姑娘，你愿意租的话，咱们立马就能写契书。我去喊一下写契书的先生来，你在这儿等一下。姑娘，这铺子的钥匙我给你了，我家呢就住在这巷子的东头第2户。回头店里如果有啥问题，你直接去我家找我就可以了。行的，老伯，有事儿我再找你。那行，姑娘，店给你了，我先走了哈。好，老伯慢走。月儿，做生意的事情我不在行，你在行，这些事情你拿主意就行了，我都听你的。月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肚子有些疼。月儿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要不要紧？我去给你找个大夫看一下。不用，我自己就会看。月儿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这到底怎么了？有没有事儿？可不要吓唬我呀。沈玉，我没事儿，只是痛经，我的月事来了。哎呀，这下子该如何是好啊？月儿，你是不是很冷啊？我去给你端杯热水来，喝下去暖暖身子。你会煮红糖生姜吗？要是会的话，给我煮一些，我喝了能舒服点。月儿，你和我说说怎么做，我去试一下，看看行不行。月儿，你躺着不要动，我喂给你喝就行了。月儿，现在怎么样了？身体舒服点没有？现在舒服多了。沈玉，你去帮我喊一下翠姐过来吧，我有事儿要问她。好，月儿，我这就过去。老四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翠姐，月儿有事儿，喊你过去一趟，你现在方便吗？哎，清月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生病了吗？不是，翠姐，我月事来了，痛经了，有点不舒服。那我去给你煮碗红糖生姜水喝。沈玉已经给我煮过了，现在舒服多了。我喊你过来是有事儿要问你。清月啊，你有啥想问的就尽管问我，要我帮什么忙啊，也不用和我客气。那个，沈玉，你先出去一下。那个，翠姐，咱们女人来了月事应该怎么处理呀？裤子都弄脏了，得垫什么东西进去呢？清月妹子，那你之前来月事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？翠姐，我之前都没有来过，这还是第一次来呢。咱们女人的月事来了呀，都会用月事带垫在下面就行了。清月，你这里应该没有月事带吧？我家还有洗干净的，你要是不介意啊，我拿过来给你用。翠姐，你拿一个过来给我瞧瞧，我照着做几个就行，以后自己也总归得用得上的。这个成，我去给你拿一个过来。清月，你身体不舒服，午饭应该做不了了吧？我来帮你做。翠姐，你回去给大娟、小娟做饭吧，咋能麻烦你？我来做饭就行了。老四啊，你确定你能做得好啊？翠姐，没吃过猪肉，难不成还没见过猪跑吗？这段时间我也没少看月儿做菜，应该能行的，你放心吧。那行，要是有啥不行的地方啊，再过来喊我就是。沈月，你真的可以吗？月儿，行是行，只不过做出来的菜肯定没有你做的好吃。只要有口吃的就行，味道差一点没有关系。月儿，那我去做了。月儿，我做的饭菜怎么样？尝尝味道，看看能不能接受。沈玉，我自己吃就行了。妮妮和石头还在呢。月儿，那有什么？妮妮和石头是咱们的孩子，在他们面前用不着不好意思。孩子面前也不行，别带坏了小孩子。月儿，那就把这一口吃了，等会儿我不喂你了还不行吗？月儿，味道如何？还不错。月儿，你怎么不去休息啊？身体不舒服可得躺下来好好的歇一歇，别瞎折腾。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现在来缝个月事带，等会儿还得用呢。月儿，那你休息吧，我来帮你缝便是。沈玉，这有些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月儿，你身体不舒服，我来帮你缝。你一个大男人的，缝这个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那有什么？谁规定这事儿的大男人不能做？我给我媳妇儿缝着用，谁又能说什么？即便人家说，那就让人家说去呗。反正咱们又不掉块肉，不用在意别人说什么。再说月儿，我的针线活比你好，还是我来缝更合适。月儿，你看我做的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可以。那行，月儿，
我再给你多做几个，能有个换洗的。好，沈玉，你能不能先出去一下？我要换掉裤子，清理一下。月儿，有啥害羞的？我是你相公，你身上的什么地方我没看到过？当着我的面换裤子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谁像你这样不害臊的？月儿，那我不出去，闭着眼睛，我不看你还不成吗？沈玉，你可不许偷看。我不是那样的人。那个，我换好了，你可以睁眼了。月儿，有什么活儿交给我来做就行，你歇着。我已经没事了，现在身体好了许多，没关系的，就洗几件衣服罢了，也不是什么太忙太累的活。那也不行，月儿，还是得注意这些，等你月事走了再忙也不迟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可不能碰凉水，有啥衣服我来洗就是。那行吧，你来忙。月儿，你在家里好好歇着，不要跟过来，不过是洗几件衣服罢了，你家相公可以的。清月妹子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沈玉兄弟是个会疼人的。是啊，这么会疼媳妇儿的男人可少见了。翠花嫂子，你可别说我了，铁牛哥不也很好吗？还有萍萍，你还没嫁人，以后也可以找个这样的男人。男人那么多，总归能找到一个体贴心疼人的。哎呦，沈玉，你一个大男人咋来河边洗衣服呀？家里衣服脏了，我来洗衣服怎么了？很奇怪吗？玉哥哥，你这也太勤快了吧？怎么是你出来洗衣服呢？咱们村子里哪有男人洗衣服的？我来洗衣服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谁规定男人不能洗衣服了？玉哥哥，没谁规定男人不能洗衣服，只是这十里八乡的，确实没见过几个男人做家务洗衣服的。林清月怎么能这样？都不心疼你，让你出来洗衣服，他要是稍微勤快一点，也不可能舍得让自己的男人干这种活。哼，还不是因为林清月太懒了呗，自己不想洗，推给沈玉了。这女人好看有什么用啊？不能干活，不勤快，不晓得体贴男人，娶回去也只能当个花瓶供着。哎，沈玉，疼媳妇儿也不是像你这样的，平时干活挣钱就够了，啥事都揽到自己身上可不成。有时候你越心疼人家，人家习惯了，反而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。是啊，女人可以疼，但别惯得太厉害，得有个度。这个林清月也太懒了，洗衣服这种活都不干，还要使唤沈玉兄弟来干，这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可不就是嘛！第一次见这么懒的女人呢，哼，居然好意思呀，让自己男人洗衣服，还不是不要脸呗？林清月看着就是个不要脸的，做出这种事也不稀奇。不就是长得漂亮，会挣点钱吗？沈玉娶了这么个懒女人回去，可真够糟心可怜的。有的女人啊，就是不自觉。男人对你好是一回事，可是你也不能太得寸进尺了呀。这种家务活自己不做，丢给男人做，哼，哪儿好意思哟？呵呵，可不是嘛。林清月以前还好点，自从变美了，越来越懒，越来越嘚瑟。所以说啊，这男人娶婆娘也不能总是挑漂亮的，中看不中用呢。你们瞎说什么呢？我媳妇的月事来了，不能碰水，要不然身子会不舒服的。沈玉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咱们哪个女人不来月事啊？谁月事来的时候还不得继续干活洗衣服？咱们都是乡下人，哪有这么金贵？人家大户人家的小姐才会注意这些。林清月不过一个乡下野丫头，算得上什么？还真以为自己能和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比呢？这么矫情。就是，不都是乡下人吗？哪来的优越感啊？林清月啊，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沈玉兄弟啊，太实诚了，对媳妇儿也太好了些。要我说呀，完全就没这个必要的。不就是来了月事吗？有啥大不了的？哼，借着月事不干活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你们一个个的，是不是太操心了呀？又不是让你们干活，你们说到了啥？我媳妇儿不是矫情，也不是懒，只是我愿意宠着惯着她。你们有本事也让自己家男人宠着惯着你们呀！要是再让我听到谁乱嚼舌根的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秀秀姐，你该不会还对沈玉有什么心思吧？我怎么可能还对他有心思？就是觉得沈玉太傻了，林清月那样的女人值得他那么宠着骂。哼，有些男人就是贱呗，喜欢漂亮的，哪怕自己受苦受累的，把媳妇当菩萨一样的供着也不介意。秀秀姐，你就别操心人家的事了。沈玉这样啊，
以后有的他后悔的呢。清月妹子，沈玉兄弟可真勤快，这刚成亲没多久，不在家里快活着，又要上山打猎挣钱去了呢。这么勤快踏实的男人不多了。翠花嫂子，你别老是夸沈玉，回头也得多夸夸铁牛哥。铁牛哥也不差呀，要我说更踏实靠谱。清月妹子，你铁牛哥就是个木头，人是踏实，可是不会说那些甜言蜜语的话，性子太直，不如沈玉兄弟会疼人。翠花嫂子，铁牛哥呢是个合适过日子的男人，这夫妻2个人之间哪需要那么多甜言蜜语，只要日子能过得好，其他的都是次要的。生活在一起一辈子，哪能每天都谈情说爱？你别看我和沈玉之间这么甜蜜，这还不是因为我们2个人才刚成亲，还有一股子热乎劲儿，等过一段日子，自然也会慢慢的回归于平淡的。娘亲，爹爹怎么还没有回来呀？咱们要不要上山去找他？你们2个人乖乖的待在家里，我去找你们爹爹去。娘亲，放心吧，我们会乖乖的，能照顾好自己。你去找爹爹吧，早点把爹爹找回来。娘亲，你一个人上山要注意安全呀。是啊，清月，你一个人上山可得注意点啊。哎呦喂，沈玉这小子可真厉害呀！上次猎了一头鹿回来，这次又猎了一头黑熊回来。这头黑熊比鹿更值钱吧？沈家四房这是越来越发达了。那是自然的，一头黑熊能便宜吗？我听说一头熊可贵着呢，不管是熊胆还是熊掌，都是值钱的东西。那些有钱人家的人最喜欢买。这一头熊别的不说，至少可以卖个50-60两。哎呀喂，我的乖乖啊，这一头熊能卖这么多钱呢？不是开玩笑的吧？这事儿有啥好开玩笑的？你们没听说过熊掌是个值钱的宝贝吗？这一头熊这么大，身上很多地方都是宝，50-60两银子那都是少说的。要是碰上好的买主，100两银子都能卖得上呢。啥？还能卖到100两？我的老天爷呀，这沈家四房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？本来就很有钱了，现在沈玉这小子又能一下子挣到这么多钱，哎呀，这日子得过得多好呀！沈玉这小子也是个有本事的，打猎一直很厉害。沈家那些田地不都是他打猎挣的钱置办的？现在又能打到一头黑熊，就凭这本事，不怕以后的日子过不好，每天上一趟山就能养活一大家子。哎呀，当初都怪我瞎了眼，没想着将闺女嫁过去。要是嫁过去，跟着沈玉这小子，肯定能享福呢。别的不说，沈玉会打猎，家里的肉不会缺，能经常吃得上荤腥的东西。哎呀，胖婶儿，你可别开玩笑了，你闺女那么胖，你就是愿意把闺女嫁过去，人家沈玉还不一定乐意娶呢。就是啊，胖婶，你家闺女嫁给沈玉，就是你愿意，你闺女愿意，也得问问人家沈玉愿意不愿意呀。沈玉长得那么俊，和你闺女在一起，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一泡牛粪上吗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！沈玉要是娶了你家闺女儿，可不得委屈死呀！我闺女咋了？怎么就配不上沈玉了？我闺女屁股大，好生养，虽说胖了点儿，但那是富态，有福气的。沈玉还带着2个孩子呢，我闺女可是黄花大闺女，嫁给沈玉，那也是沈玉占了便宜。胖婶啊，你就别吹了，人家沈玉可是个有福气的人，娶的媳妇比你闺女不知道好多少倍呢。长得漂亮又会挣钱，还是个能干的，换做谁不选林清月去选择你闺女啊？别说林清月会挣钱，即便林清月不挣钱，就冲她那个长相，那也肯定是选择林清月而不是选择胖婶的闺女儿。哪个男人是傻子呀？不娶个漂亮的女人回来，娶一个又胖又好吃懒做的女人回来呀？嘿，你们这些没眼力劲的懂什么呀？我闺女那么好，富态有福气，一看就是个旺夫的女人，也就是眼皮子浅的人才会嫌弃，不想着娶回去呢。要我说，
旺夫还是林清月旺夫？你们想想，这沈家四房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，现在过的又是什么日子？自从林清月嫁给了沈月，沈月不仅腿治好了，日子也越过越好，现在都快成咱们村子里最有钱的人家了。这样的女人还不算旺夫吗？这倒是啊，自从沈玉娶了林清月啊，这日子是越过越好了。林清月啊，确实是个旺夫的。所以说，沈玉娶到林清月这种会挣钱、长得又漂亮、还旺夫的女人，实在是好福气啊！要是我能有这么好运气，娶到个这样的女人就好了。得了吧，人家沈玉好歹长得俊，你瞧瞧你有什么呀？哈，就算有个像林清月那么厉害的女人，会看得上你这种男人吗？那可不一定。虽然我不如沈玉俊，好歹我没成亲，没孩子，还是个清白的身子呢。沈玉可是个带了2个拖油瓶的二婚男，算起来条件也没比我好多少啊。你可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。月儿，我没事，放心吧，你家相公不会死的，我可舍不得让你年纪轻轻的守活寡。你这家伙，我都快担心死了，你还有心思开玩笑？月儿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不是在和你开玩笑。哼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去找别的男人嫁了，可不会为你守活寡。月儿，那我一定要比你后死，等你死了我才死，不给你找别的男人的机会。沈月，你咒我比你早死呢？不是，月儿，咱们都长命百岁，只不过我再比你多活一点时间，1天都好，不给你守寡的机会。走吧，赶紧回去吧，妮妮和石头也担心着你呢。哎呦喂，沈玉兄弟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是大黑熊啊，你竟然猎了一头大黑熊回来。是啊，老四，你可真厉害呀！这头大黑熊得值不少钱吧？没什么厉害的，这次能猎到黑熊，主要还是运气好。沈玉兄弟，你可别谦虚了，说到底还是你有本事，要不然就算运气再好，也猎不到黑熊回来呀。爹爹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都担心死了。担心什么？爹爹这不是回来了吗？爹爹现在身上臭烘烘的，可不能碰你，等洗干净了再抱抱你。好，爹爹，那等爹爹洗干净了再抱。妮妮真乖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吃饱了就好，那我去给你烧点热水，你洗洗。好，来，快洗吧，洗好了早点休息下，好好的补个觉。月儿，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来洗就行。你流了这么多的汗，我来给你搓搓背吧。月儿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，不用给我搓背。怎么了？害怕我看了你的身子？我又不是没看过，你从上到下，我哪里没摸过瞧过？不是，月儿。你这婆婆妈妈的做什么？赶紧脱衣服来洗澡。平时我给你搓背，你不是求之不得的吗？这会儿怎么矫情了起来，不让我给你搓背了？月儿，我……沈玉，你要是不愿意自己脱，那我来帮你脱好了。沈玉，你受伤了也不告诉我，你是想死是不是？月儿，我错了。你知道你哪儿错了？不应该受伤了，瞒着你不和你说。你真的知道错了？当然了，月儿，我只是怕你担心，我的伤没关系的，只是一点小伤，又不伤及要害。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还是小伤，我看你是想死差不多。要是疼的话，就直接喊出来，不用忍着。月儿，我没事的。当我瞎呀？既然受伤了，就好好的歇一歇，等伤养好了再动，别老说没事。这伤口要是发炎了，后果还是很严重的。这黑熊明天我拉去镇子上卖了就行，你不用操心。你想死呀？受伤了还折腾？月儿，我想都不许想，万一扯动了伤口发炎了，加剧了伤势，你可能连命都会没了。月儿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，我乐意的。你给我消停点儿，等养好了身子再说，现在别想这些没营养的东西。第二天一早，林清月便拉着大黑熊去了镇子上。上官公子，这黑熊一头100两银子拿下，绰绰有余。你怎么要给我200两？这位姑娘以前救过我，当时却不求回报，今天也算是我对这位姑娘的报答吧。主子，没想到短短数月不见，这个女人大变了样，这哪是换脸，简直就是换了颗头啊！那也是人家的本事。许大夫也说了，
人家医术了得，连我的怪病都能治好，治好自己的脸也不足为奇。这倒是，不过主子，你给了他200两银子，是不是太多了呀？乡下人哪能用得了那么多钱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说你家主子的性命还不值200两银子吗？不是，主子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不就得了？要不是买一头大黑熊，顶多给这些钱，我还想多给点呢。你家主子的命最少也值个1000两黄金吧？主子，不行，咱们下回再找机会呗。反正这次过来，咱们还得在这儿待上1-2个月呢。清月，你那头大黑熊已经卖出去了呀？已经卖掉了，价格还不错，卖了200两银子。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，竟然卖了那么多钱呀！清月妹子，我没有听错吧？哎呀，这个主人家呀，出手真大方啊！这次运气很不错，卖了一个好价钱，我特意多买了些东西。今天去我家吃饭，我请客，咱们好好的庆祝庆祝。好，清月妹子，今天你挣了大钱了，我们就不和你推辞了。换做平常的话呀，还得跟你客气客气呢。月儿，黑熊卖出去了吗？卖出去了，卖了200两银子呢。卖了这么多钱？是啊，遇到了一个厚道的大户人家，人家老母亲好像正好要过60大寿，想买只熊掌给他母亲贺寿，所以多出了些价钱。原来如此，那咱们这运气还真不错，有了200两银子，够花好一阵子了。所以你好好养伤，这段时间就不用再考虑上山打猎的事情了。咱家现在不缺钱。好，月儿，我听你的。听说老四受伤了呀，我来送10个鸡蛋给他补补身子。虽说不是啥好东西，也是我和他爹的一份心意啊。哎呀，老四毕竟是我亲生的，受了伤啊，我们也应该表示一点才是。东西你拿着吧，别客气啊。清月妹子，你婆婆这是转性了啊？我看不是转性了，肯定是在背地里图谋着什么呢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他再怎么图谋，我都有法子对付他，不用担心这个。沈月，吃碗糖水鸡蛋，这鸡蛋还是你娘送过来的呢。你们是来做什么的？你说我们过来是做什么的？明知故问。我们是给我妹子讨公道来的。你家老三那么欺负我妹子，是不是该给我们王家一个说法？当我们王家人都死了呢？啊，这样欺负人啊！你们来找我们沈家算什么账啊？这事儿啊，又不是我们家老三的错，要怪就怪王寡妇自己不要脸，背着我家老三呀和别的男人搞在一起，恬不知耻的。这种女人啊，就活该被打被揍，打死也是活该。我家妹子和你家老三又没有成亲，只是凑在一块过日子，做什么事情都是他的自由，和谁在一起也是他的自由，你儿子有啥资格去管？对，我又没有和沈浩成亲，就他这种好吃懒做的废物，我可看不上。我以后打算跟黑瞎子一起过，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是黑瞎子的。沈浩把我们的孩子打掉了，还打了我一顿，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说法吗？你这个不要脸的贱女人，当初不是你说你肚子里孩子是我的，现在怎么又说是黑瞎子的？背着老子偷人还能说的这么理所当然？你这脸皮不是一般的厚呀，真是千人骑万人踏的贱人。没男人你会死是不？那么缺男人怎么不去窑子里卖，这样天天都不缺男人。沈浩，当初我还不是被你给骗了，你说我以后嫁给你能过上好日子，你看看我跟着你过了一天好日子吗？现在我知道你是啥样的德行，懒得再跟你说起来，还是你先骗了我。现在有什么资格怪我找别的男人？也不知道反省反省自己，啥都没用。不会赚钱就算了，那东西还像个绣花针似的，哪个女人跟了你，真是倒霉死了。你这个贱人，不要脸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哼，你竟然还想欺负我家妹子，是不是想死啊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们王家一个交代，不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二哥，让他赔钱，把我打成了这样，必须得好好的赔偿才行，要不然的话，他把我打成了啥样，咱们也得把他打成啥样，可不能就这样轻易放过了他。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家妹子让你赔钱，要不然的话，老子揍死你！我家老三哪有什么钱呀，就是个穷光蛋啊！你们找他赔钱，他哪来的钱赔给你们呀？是啊，我又没钱，
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，也知道我有钱没钱，口袋里半个铜板子都没有呢，更别说银子了。你没钱，你爹娘有啊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沈家老两口手里攥着不少田地呢，拿出一点田地来帮着沈浩赔偿一下，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。这个贱婆娘好会算计呀，居然想讹我的钱！老三惹的事情，你们找他算账就是，别打上我们老两口田地的主意。我们又没欠他的，如今已经分家了，你们要赔偿，那就去找老三要，别来找我们。你们听到了吧？我爹娘不赔，我自己也没有。这事儿，要不就这么算了吧。嫣儿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对你也还算不错吧。要是你不出去瞎勾搭，我把你当成宝贝一般的捧在手心，也算对得起你了。难道你就不能放过我吗？哼，别那么多废话，你把我打成了这样，让我受了一顿罪，连带着我肚子里的孩子也都打掉了。要是不赔钱，就让我二哥把你2条胳膊打断，让你以后再也用不上手，看你还怎么欺负人去。可是我真的没钱呀，要不这样，你要多少钱我先欠着，等我有钱了再还给你还不成吗？哼，别那么多废话，你没钱不还有2亩田地吗？把你这2亩田地拿过来抵了，咱们2个人之间就算两清。你这婆娘怎么狮子大开口呢？2亩田地都抵给你，以后我吃啥喝啥。哼，你不拿田地也没关系，我就直接打断你的双手。要是觉得你的2只手不值2亩田地的价钱，那我们王家也没啥好说的，尊重你的选择便是。你一个大男人，婆婆妈妈犹豫着什么？快点给个痛快话，到底是选择你的这2只手，还是选择要手里的田地？我把田地抵给你们成吧，你们饶了我吧。月儿，不许看。好，我不看，看了还觉得辣眼睛呢。算你识相，那就赶紧把田契拿过来。你个杀千刀的，老娘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讨债鬼啊！你要是把这2亩田地都给抵出去，你以后吃啥喝啥呀？啊，以后没饭吃啊，可别指望着我和你爹。这段时间我们对你的帮衬已经够多的了，别想着再从我们这儿啊得到一砖一瓦。娘，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要不你帮我把这钱赔了，或者你把王家人给我解决掉，我又不是傻子，谁乐意把田地抵出去？这不是实在没办法吗？小妹，这次哥哥们给你讨回了公道，你之前说的话可得记着，别不作数啊。就是小妹，田地拿到手了，你可得赶紧把田地卖了，变成银子分给我们。放心吧，我哪是那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啊。等我把这2亩田地卖了，就把钱分你们一半。三弟，你至于吗？就被人家稍微吓唬吓唬就把田地给他们了？你以后可别找我们其他几房接济。就是老三，你可别找我们接济啊，我和你二嫂日子也不好过。二哥二嫂，方才也不见你们帮衬我一下，现在说啥风凉话？老三，这事儿是你自己惹出来的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要是帮了你，被王家人打了咋办？你会负责吗？二哥二嫂，你们可是我的亲哥哥亲嫂子，不帮我出头就算了，还说出这种话来，也太没良心了吧。月儿，热闹看完了，咱们也走吧。好，那走吧。等会儿提醒翠姐几句，让她把钱都藏好了。三哥现在一无所有，指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来。你在做什么？在分什么呢？你的钱呢？钱到哪儿去了？什么钱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这臭婆娘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段时间你跟着四弟妹也挣了不少钱吧？赶紧把钱拿出来给我花花。哼，即便我挣了钱又如何？又不是你的。咱们现在和离了，我凭啥拿钱给你花呀？你这臭婆娘，皮痒痒了是吧？让你拿钱就拿钱，那么多废话做什么？你要是不拿钱，可不要怪我揍你。咱们现在和离了，没有瓜葛了，你凭什么找我要钱？你凭什么对我动手啊？好啊，你这臭婆娘，和你好好说话没用，看来还是得揍你一顿才行。你要是敢打我娘，我就去找司婶婶，让她把你打得满地找牙，还要去找李正伯伯，让李正伯伯评评理。你现在没资格打我娘。对，我要去找司婶婶，司婶婶说了会帮我们收拾坏人。你们两个小赔钱货，我是你们的亲爹，怎么和我说话呢？你不是我们的爹，我们没你这样的爹。你是坏人，不是我们爹，我们只有娘，没有爹。好啊，你们两个小赔钱货，要不是老子，你们能生得下来吗？身体里流着老子的血，不想承认都没用，老子就是你们的爹。不是，你才不是！
你就是个坏人，是个大坏蛋，不是我们爹。你们两个小赔贱货，看老子不揍死你们！结结实实打一顿，你们就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了。你给我住手！你要是敢打大娟小娟，我就和你拼了！只要你把钱拿出来，我就不和你们计较。我没钱，即便有钱也不会给你。我还要带着大娟小娟过日子，我们母女3人还需要钱养活。我不找你要钱就算了，你怎么好意思找我要钱的？不是，你不是和那个狐狸精一起过了吗？你去找他要钱就行了，你找我做什么呀？你要是愿意把钱拿给我，我愿意和你复合，咱们俩就像以前那样过日子。你一个女人离了男人，怎么行？谁愿意继续和你过日子？我现在带着大娟小娟过得挺好的，你爱找谁去找谁去。哎，你这婆娘是给脸不要脸了。是你自己太高看自己了，就你这副德行，除了当初王寡妇被你骗了，愿意跟你过，你去村子里找一下，看还有谁愿意跟你一起过日子呀？老三，你给我住手！娘，你揪着我干啥呀？那个臭婆娘和2个赔钱货真是气死我了，我非得好好收拾他们一顿，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。哼，你倒是好本事啊！哈，这么有能耐，怎么不用来对付王寡妇呀？把王寡妇的娘家人揍一顿呢？啊！现在对他们母女3个人这样啊，力气都不往对处使。娘，是那个臭婆娘先招惹我的，给脸不要脸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对她动手。真是个蠢货，也不知道当初我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废物来。家里几兄弟啊都是正常的，只有沈浩像个脑瘫。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戳得我都疼死了。疼死你也是活该的，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德行，就你这副蠢样，你还晓得疼啊？娘，你怎么老是骂我？我怎么又蠢了？你还说你不蠢啊？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都整不明白，真是个木头脑袋。你对那个婆娘还有大娟小娟下手啊，只会让他们更加恨你。这女人啊，那是打出来的，是得哄着的。你要是好好的哄哄，把人家哄高兴了，指不定啊，人家还愿意和你继续过日子。你这样对人家打骂，打他还有2个闺女，他们能愿意跟你继续过日子才奇了怪了呢。呸，一点脑子都不长，真是个没用的。也难怪呀，你当初着了王寡妇的道，连带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你都不清楚。我和你爹啊都精明得很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智障来呀？娘，你说如果我去好好的哄哄那个婆娘，她真的会愿意和我继续过吗？哎呀，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？人家现在又没有再嫁，带着2个拖油瓶啊，也不好嫁出去。这女人离了那男人怎么行啊？晚上一个人睡觉也会感到寂寞呀。反正啊，趁着她还没有再嫁，你就好好的哄哄，嘴巴甜一点，对人家好一点，人家不就能乐意跟你继续过日子呢吗？哎呀，像你这样不知道哄人家还对人家动手，谁能乐意跟你过日子呀？换做我呀，我也不会乐意跟你过。娘，还是你厉害，你说的不错，儿子都听你的，按你说的做。哎，你知道就好，话我都说了，你就照着办吧啊，别犯傻，知道吗？娘，儿子记着了。记着就好。沈玉，你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就请几个人手帮忙，也就花点钱的事情，人别累着了。好，回头我去找几个人手。我说四弟，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吧，有挣钱的机会也不带上兄弟，竟然找外人。二哥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不就是找人干活吗？兄弟我是心疼你，怕你累着了，想让你在家多歇息歇息，怎么好心当做驴肝肺，这么说我，不体谅兄弟我的一片苦心。家的1亩水田都抵给你了，只剩下1亩旱地了，最近在家里都没啥忙的。既然你家那么多的田地需要找人帮忙，找外人倒也不如找家里人靠谱。这工钱我也不要多了，给人家多少你给我多少就成。二哥，你既然这么说了，兄弟我总不能拒绝你，但是你干活可不能偷懒，人家干多少活你也得干多少，要不然我可不用你啊。四弟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二哥是那样的懒人吗？三弟才会那样的，我又不是他。玉哥哥，我给你送水来了，你们来喝点水吧。
玉哥哥，你们不渴吗？坐下来喝点水吧。哎，沈玉，人家苏秀秀好心送水来给你喝，你怎么不应一声呢？喝什么喝？有什么好喝的？沈玉，这大热天的，你不渴吗？人家苏秀秀好心给你送水喝，你还不领情？哼，你们懂什么？我和苏秀秀非亲非故的，谁知道她来给我送水是存着什么其他心思呢？我可不喝她的水。沈玉，你这还看不明白吗？人家苏秀秀是喜欢你，要不然至于特意来给你送水喝吗？嘿，就是啊，沈玉，我听说这个苏秀秀都喜欢你好久了，为了你到现在还没有嫁人呢，对你可是一片痴情啊！哎，你这都成亲了，人家还没放弃，你小子真是好福气。这个苏秀秀在咱们村子里也算是长得漂亮标致的，要是我能娶到这样漂亮的婆娘，那可要高兴坏了。苏秀秀再好看，那也不如沈玉兄弟的媳妇儿林清月好看。说起来，林清月可是咱们十里八乡难见的大美人儿，我都没见过几个能比她更漂亮的女人。苏秀秀那样的，也就只能和咱们村里的妇人比比，和林清月对比起来，还是万万比不过的。话不能这么说，哪个男人会嫌弃自己身边的女人多？哎，要我看，苏秀秀长得又不差，又那么喜欢沈玉兄弟，直接娶回去做小不就行了吗？有2个美人在身边，这不是神仙般的日子啊！就是啊，一般人可没有这样的好福气。沈玉兄弟也是个实在的，不知道享福。多少人对这样的好事盼都盼不来呢。我这是没条件，我要是有这条件，非得多娶几个女人回来不可。沈玉兄弟，你和咱们可不一样啊！你现在盖了那么大的房子，还有那么多钱，别说是2个女人，就是再多几个女人，你也能肯定养得活。男人嘛，也别太亏待了自己，能享福的时候可得多享福，要不然等你老了不能动了，再去娶年轻漂亮的女人，那娶回来也没力气折腾了。王石头，你说这话也不怕被你婆娘听到啊？她要是听到了，非得扒了你的皮不可。我就这么一说，咱们可都是好兄弟，这事儿你们可千万不能捅到我婆娘那儿啊！这话要是传到我婆娘的耳朵里，肯定是没有我好果子吃啊！王石头，放心吧，咱们可都是大男人，和那些爱嚼舌根子的妇女不一样，可干不出这样的事来。就是啊，放心吧，王石头，我们不会乱说的。沈玉兄弟，你别愣着呀！你看苏秀秀眼巴巴的瞅着你，等着你呢，你就忍心将人家就这样晾着呀？你们能不能消停点？我对苏秀秀没有任何心思，就是给我当小的我也不乐意。我有一个媳妇儿就够了，要我那么多女人做什么？东西不在多而在精，你能不能滚啊？不要来我跟前，免得让月儿误会我。玉哥哥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呢？我来给你送水，又没有别的意思。这大热天的，你难道不渴吗？我就是心疼你干活辛苦，才想着给你送水的。这个女人还真是狗皮膏药，甩都甩不掉。我上辈子到底造了多大的孽，才会被苏秀秀这般阴魂不散的缠着？苏秀秀，我已经娶了媳妇儿，月儿是我的妻子，所以你不用再对我有什么消息，我是不可能和你在一起的。你这些心思啊，不如花在别人身上，在我身上只是浪费时间罢了。玉哥哥，你知道的，我一直以来喜欢的人都是你，别的男人再好我也看不上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哪怕是做小也无所谓的。你愿意做小的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想娶你。苏秀秀，我的心里只有我媳妇儿，容不下别的女人，对你更是只有厌恶。你现在赶紧给我滚，要不然我可要踹你了。玉哥哥，你当真要对我这么绝情吗？是你置我于死地，怎么反怪我绝情？我数3声，你再不滚我就动手了。玉哥哥，既然你这么不想见到我，那我走就是，等你愿意见我的时候，我再来找你。哎呀，沈玉啊，你可真不会怜香惜玉啊！
人家苏秀秀对你至少一片好心嘛，你就算不喜欢她，也用不着这么对待人家吧？哼，你们懂什么？要是想怜香惜玉，你们自己去就是。沈玉兄弟，你这话说的，我们就是想吸也吸不上啊，人家苏秀秀可看不上我们。那就别说了，这是我的事儿，和你们没关系，别瞎操心。玉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外面日头大，别晒着了。给你们送些水过来喝，外面的太阳挺大的，你们干活累，肯定也渴了，我就顺便送了点来，又不是什么麻烦事儿，算不上什么。玉儿，你真好，还特地辛苦一趟给我们送水过来喝呢。我自己又不会干农活，帮不上你什么，要是连送点水都不行，那我还有什么用？玉儿，反正就是辛苦你了。好喝，真好喝，哎，谢谢嫂子。谢谢大妹子。玉儿，好喝。好喝就多喝点儿。玉儿，我喝饱了。那这些甜水我就放在这儿，你们想喝的时候再喝。行，等我干完活就把碗带回家。成。哎，玉儿，你先回去吧，外面日头大，晒黑了可就不好看了。那行吧，我回去了。四弟妹，你还是留下来吧。刚才那个苏秀秀都找过来给四弟送水，你要是不在跟前看着，指不定四弟就被那个苏秀秀给拐跑了。二哥，瞎说什么呢？四弟，我哪是瞎说了，说的都是事实啊。方才那个苏秀秀确实来了，大家都瞧见了，我又不是鬼扯的。虽然那个苏秀秀过来找我，可我根本就没有搭理她，直接把她轰走了。玉儿，我和苏秀秀那个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可得相信我。我当然相信你，苏秀秀那样的女人你能看得上才怪呢，你又不是瞎子。呵呵，真以为我男人是那么好勾搭的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玩意儿。玉儿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又不瞎不傻，苏秀秀那样的女人怎么可能看得上？四弟妹，二哥也是男人，对男人最了解，反正你平时多注意着准没错。家花不如野花香，就算家里放着一个大美人，对于男人而言，外面的屎没尝过都想去尝尝。二哥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非得说我和苏秀秀搞在一起是吧？我和你可不一样啊，不管别的男人稀不稀罕外面的女人，反正对我而言，只要月儿一个人就够了。你莫要在这编排生事啊，要不然你就赶紧给我滚，这活儿你也别干了。月儿，你别听二哥瞎说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要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我就天打五雷轰，不得好死。啊，你不用发誓，我相信你的。咱们夫妻之间没这点信任吗？对于别人的话，你觉得我会轻易的信了去？我又不是傻子，谁说的话我都信。你们继续干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你回去吧，外面日头晒，还是回家好。好。林清月，你好端端的走到我身后做什么？不声不响的想吓死谁啊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林清月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凭什么打我？哼，凭什么打你？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？非得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？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打人就是不对，你赶紧给我道歉，不仅要道歉，还要给我赔钱。我的脸被你打成这样，要是毁了容怎么办？我以后还怎么找好婆家？你必须对我负责，给我赔钱补偿。赔钱？哼，你倒是好意思提出来，我还想找你提点补偿呢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想找男人就去窑子门口，多的是，何必惦记着我男人？你当真以为姑奶奶的男人是那么好惦记的？之前一些小事我就不和你计较了，没想到到现在你还是死心不改，还想着我男人呢。林清月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才没有呢，我什么也没有做，你不许随便诬赖人。哼，我诬赖你？你要是没做这事儿，我会来找你吗？苏秀秀，你敢说你方才没去给我相公送水？别整天借这些法子勾引我相公，也不看你配不配。林清月，你能不能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？我只是给他送口水喝喝，心疼他干活辛苦，又没有做别的，你怎么能这样瞎说呢？苏秀秀，你这人怎么没点自知之明呢？我的男人由我来疼着，谁稀罕你来疼了？麻烦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勾三搭四就是勾三搭四，别扯这些有的没的。今天我过来就是给你设个提醒，以后最好离我男人远一点，要是我再发现你靠近他，
就打断你的腿，让你以后都不能再下床走路，看你能不能安分点。林清月，你说的没错，打断他的狗腿都是对他客气的了。这要是换做我，不仅要打断他的腿，还要划破他那张脸，等他变成丑八怪了，就能自觉的老实本分。这个苏秀秀也太不要脸了吧！以前就喜欢着沈月，可是当初觉得自己长得好看，沈家穷拿不出什么彩礼，自己想嫁到有钱人家去，不愿意嫁给沈玉。现在年纪大了，又想缠着沈玉，早干嘛去了？年纪大了，没人要了，也不能惦记着别人的男人，做这种缺德事啊！你们想的太简单了。你们真以为他是喜欢沈玉这个人啊？嘿，这个苏秀秀啊，就是一个嫌贫爱富的，还不是看到沈玉现在有钱了，日子好了，这才想着过来巴结呀。以前沈玉的日子过得不好，瘫痪在床的时候，你们瞅见过苏秀秀过问没？嘿，有多远躲多远。如果不是沈玉现在日子过得好了，他会贴上来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这么说来，苏秀秀就更加的不要脸了。啥人啊这是？看着别人有钱就想着勾搭，也不看看人家沈玉都已经娶了媳妇儿，不知道躲远点，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不知道羞羞。这样不要脸的人，以后谁敢娶回去？苏秀秀啊，要是知道要点脸的话呀，也不至于做出这种事情来。人家就是不要脸的，能怎么办呢？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要是不服气，自己大可别去做那些不要脸的事情。你这是觉得自己委屈呢？装给谁看呢？林清月，虽然你和沈玉成亲了，可是男人三妻四妾那是正常的事情。你这样子就是妒妇，不让他和别的女人靠近，犯了7出之条。苏秀秀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就你这德行，哪怕是给我相公当妾，他也看不上你。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念头，别做这一份无用功。你这么管着他，他怎么可能敢？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，那也是有感情的。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，沈玉肯定愿意娶我回去。苏秀秀，劝你要点脸，我的男人你别乱打主意，别说这些有的没的，记住了吗？这个女人还能不能再更不要脸一点？这是想诬赖我？哼，方才我都没有碰到她，她自己故意掉到水里去，明摆着是想赖在我头上，想借机陷害我。这种女人果然心机够深。林清月，你怎么能推人下河呀？哎呦喂，林清月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推我家秀秀到河里！我和你拼了！你这是故意杀人，回头我要报官把你抓了！林清月，你这个贱人，推我闺女下水就罢了，现在还对我动手，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无法无天了！我要把你告到衙门，县太爷肯定会为我做主，收拾你这种欺人太甚的人。大家伙可都看到了，林清月推我闺女下水，想要杀人，现在又对我这个老婆子动手，到时候闹到衙门，还请大家给我做一个见证。我说苏婆子，你有这个功夫来指责我，还不如赶紧把你闺女从河里捞起来。你说是我推的，就是我推的，有什么证据吗？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过来想要对我动手，我不过是还下手，有什么不对的？别整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受害者。你这个贱人还在狡辩，不是你推的还能是谁推的？我闺女掉到河里还嚷嚷着被你推的，肯定就是你。贱人想赖皮可没那么容易。苏婆子，我劝你嘴巴放干净一点，你要是再敢骂我贱人，我把你这张嘴都给撕烂。秀秀，你没事吧？娘，我没事儿，就是呛了些水，还好大家救得及时，要不然我这条命就没了。林清月，你做人不能这么过分吧？我不就是给沈玉送个水吗？你有必要推我下河来谋害我吗？林清月这女人下手可真狠啊，真够恶毒的。女人这么善妒真的好吗？沈玉真可怜啊，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呀，被管得死死的，有啥意思呀？就是啊，下手这么狠，连杀人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，他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？林清月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要不给我闺女赔钱道歉，要不我们就去报官，
你自己选择，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要是赔钱，至少要赔100两银子。我闺女一条命也值得上这么多钱。就是啊，要不赔钱，要不报官。林清月，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你这可是杀人罪，如果闹到官府，你肯定得掉脑袋。你要是不想死，就赶紧把钱赔了。你们说是我推的，就是我推的，光凭苏秀秀的一句话就能认定？证据呢？给我定罪之前也得讲究个证据吧。刚才你和我闺女起了争执，大家都看到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不能是苏秀秀为了诬陷我自己跳的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闺女怎么可能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？那谁知道呢？除了苏秀秀自己亲口说的，这河边这么多人，谁亲眼看到我推苏秀秀下河了？我方才呀一直盯着这边看，确实是苏秀秀自己掉进河里去的，人家林清月都没有碰到她的身体，不可能把她碰下河的。我看得清清楚楚呢，绝对没有弄错。哎，刚才我也看到了，人家清月丫头啊根本就没有伸手，明摆着是苏秀秀自己跳进河里面去的，怎么能诬赖人呢？我方才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原来还有人和我一个样。我也是见到苏秀秀自己掉进河里去的，人家林清月都站着没动，也没动手，怎么可能是她推的呢？嘿呦，原来不是林清月推的，是苏秀秀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。我的天哪，这要是没人看到，不就赖定了是林清月，往人家林清月身上泼脏水吗？这也太恶毒了吧！哎，方才还说林清月推人恶毒，现在看来呀，这苏秀秀这人更恶毒，故意往人身上泼脏水了，为了陷害林清月，这种事情都能干得出来，哼，命都不要了。这也幸亏是被人看到了，要不然被这种人赖上，真是有理说不清呢。林清月也太可怜了，刚才我们都误会了他，这以后没证据啊，可不能随便的瞎冤枉人。有些人看着无辜，可心里却藏着坏心思，没拿出证据之前，什么话都不能相信。哎，这个苏秀秀太恶毒，太没良心了一些。没出阁的姑娘，整天想着勾搭别的男人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想让林清月背上杀人的官司，是怎么想得出来的哟？可不就是嘛，整天就喜欢搞各种幺蛾子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天天就想着这些有的没的，就他那德行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嘿，看看自己比林清月差多少，不管是相貌还是其他方面，哪一点比得上人家林清月啊？还真没点自知之明呢，就这样还想跟林清月抢男人，哼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呢。这件事情是个误会，弄错了，就这么算了吧。我带我闺女回去换身衣服，浑身都湿透了，生了病还得花钱治呢。就这么走了？还有什么事吗？你说呢？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，林清月，你这人真是的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呗，这样说有不说的，让大家猜干啥？看来有些人是给脸不要脸，非得让人明说了才行。成，苏婆子，那咱们就明着说。方才你们没证据，一口咬定我推苏秀秀下河，苏秀秀又故意造谣诬陷我，是不是得给我一个说法和交代？林清月，你这人咋这么斤斤计较呢？这不是误会吗？哼，苏婆子，你说误会就是误会啊，大家伙儿都看着呢。明明是你闺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诬赖我，说是我推她下河的，要不是大家伙儿帮着证明，我这罪名可洗脱不了呀。你们方才还叫嚣着让我赔100两银子，现在我也不为难你们，给我赔50两银子，只是你们要的一半，没了钱，这件事情就能算了。要不然的话，可别怪我告到官府，诬告反作，你们也得背着方才诬赖我的罪名。林清月，你这是讹人呢！赔你50两银子，你咋不上天呢？苏婆子，你说这话就有意思了。刚才你开口要100两银子，也没觉着自己讹人，我只是索要你一半的钱，让你赔50两银子，你就说我是在讹人，是不是贼喊捉贼呀？苏婆子，你也忒不要脸了吧！人家林清月只要你50两银子，比你要的钱少了一半，你说人家讹人，那你这算什么呀？岂不是抢钱啊？还是人家林清月厚道，只要了一半的钱，换作是我，肯定也得要个100两银子，这叫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苏婆子，
这件事情是你们所做的不对。方才你误会是人家林清月推你闺女下河，找人家要这么多的钱赔偿。现在人家证明是被你闺女诬陷的，往人家身上泼了这么一大盆脏水，你必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。刚才你让人家赔100两银子，人家现在只找你要50两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你还有啥好不爽的？有些人啊，可不就是这样吗？讹诈别人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，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，却觉得人家不应该。嘿，难怪人家苏秀秀能做出这种事情来。要我看呀，就是跟苏婆子学的。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这是苏婆子和苏秀秀的品行都不行。呵呵，人家的品行如果好，就干不出这档子事儿了。苏秀秀又是勾搭沈玉，又是想陷害林清月，这样的女人说不好听点就是不要脸，蛇蝎心肠，哪个男人敢娶她回去？看不出来呀，苏秀秀长得标致，人品却这样子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这种女人可不能要。你们这些男人都是个好色的，容易被美色迷惑，以后看人啊可得认清一些。女人脸蛋漂亮，心灵不一定美。这居家过日子的，就要找个安分的，可不能要这种不安分、心眼又坏的女人。虽说苏秀秀人品不行吧，看在这张脸的份上，我还是愿意娶回去的，凑合凑合也行啊。